今天我们来学习钩织佛小半，然后左手边是蒙小压线钩的，右手是蒙四线钩的。因为对于新手来说，蒙小压线可能不太容易看到针目，所以新手宝子建议使用蒙四线。首先来钩织它的头部，头部是环形起针，线在手指上绕一圈，然后把钩针这样放，将这个长线带过来，绕线。这是一个起立针，也就是起针。起针的话不算作一针。第一圈我们需要在这个圈里面钩8个短针。新手宝子记得在钩完第一针以后，在这里做一个记号，接着往后钩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短针钩好了以后，把这个线圈拉紧，然后拿下这个记号扣，在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入针，把这个线头放钩针上面压线，然后直接引拔，不用绕线，直接穿过最后这个线圈，这样第一圈就结束了。然后每一圈开始之前要先立一个起立，起立针钩好了以后，开始第二圈。第二圈是8个加针，加针就是在哪一个针目里面进去钩2个短针，然后第一针我们还是要在刚刚做记号的地方入针，1个加针，记得做记号，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入针，再钩1个短针，同一个针目里面钩了2个短针，完成了1个加针。这一圈一共是8个掐针。8个加针钩完了，同样是和第一针引拔，然后是第3圈。第3圈第一针先钩1个短针，不太熟练找引拔位置的宝子还是做记号，我这里就做了。然后后面是1个加针，1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这一圈1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如此循环，一共是8组。短针、加针、将8组钩完。8组钩完了，来到了第4圈。第4圈先钩3个短针，1、2、3个短针，后面钩1个加针。这一圈的规律就是3个短针1个加针，重复钩6组。3个短针1个加针，这一圈钩完了。然后第5圈先钩2个短针，再钩1个加针，加针后面再钩2个短针，这样为一组。2个短针1个加针，2个短针，重复钩6组。第二组开始是2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2个短针，将这一圈钩完。
第5圈的6组勾完了，然后是第6圈，先勾5个短针，2、3、4、5个短针，后面勾一个加针。这一组就是5个短针1个加针，将这一圈循环勾完。这一圈勾完总针数是42针，然后第7圈先勾3个短针，1、2、3个短针后面是一个加针，加针后面再勾3个短针，3个短针1个加针3个短针，重复6组，也就是把一圈勾完。这一圈的6组勾完总针数是48针，然后后面是第8圈，第8到第17圈，这里所有都是每一个针目里面勾出一个短针，就是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直勾到第17圈，每一圈都是48个短针。我们把第17圈一直勾完，第17圈勾完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后面接着勾第18圈，第18圈先勾3个短针，1、2、3个短针后面开始勾减针。像我们这样一个完整的针目，就是这样一个辫子，它分为2根线，左边这一根，右边这一根。然后减针我们是挑靠近我们的这半根线，也叫做外半针，挑第1针的外半针，然后下一针也是外半针，把这2针合并为一针，就是减针。然后这个减针后面再勾3个短针，1、2、3，这一圈的规律就是3个短针1个减针3个短针。同样是完成6组，第2组再来示范一遍，3个短针1个减针。好的，3个短针，将6组勾完。这一圈6组勾完就缩到42针了，这一圈只有42针了。然后下面这一圈先勾5个短针，再勾1个减针，2、3、4、5个短针1个减针，这样的规律去勾6组。这一圈勾完总针数就是36针了，然后下面这一圈先勾2个短针，再勾1个减针，减针后面再勾2个短针，这是这一圈的规律，2个短针1个减针2个短针，同样是重复6组。好了，勾完以后来到了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是勾3个短针1个减针。
也是重复6组，3个短针1个减针。最后一圈勾完了，引拔，然后拉紧，我们留20到30公分左右的线，直接拉过来，这里是留作缝合用的。整个头部勾好了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现在给它进行填充，借用剪刀、镊子或者是钩针等工具，给它进行填充，然后要少量多次，这样会均匀一些。哪里空缺就往哪里怼。这是填充好的样子。这一集我们来学习身体和手臂，先来勾织它的身体，也是环形起针，和那个头部是一样的。然后第一圈我们需要在这个圈里面是勾6个短针。1，找不到引拔位置的宝子，勾完第1针做记号。2、3、4、5、6，挖紧线圈，和第1针引拔结束了第1圈。下面接着勾第2圈，第2圈就是勾6个加针，每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2个短针，完成6个加针。6个短针勾完了，然后是第3圈，第3圈先勾1个短针，下面是一个加针，1个短针1个加针，勾6组。第3圈勾完了，然后第4圈也是1个短针1个加针1个短针为一组，循环勾完6组，1个短针1个加针1个短针，将它勾完。第5圈是3个短针1个加针，2、3，一个加针。按照这个规律，把这一圈循环勾完，3个短针1个加针。这是第5圈，然后后面是第6圈，先勾2个短针，后面勾一个加针，加针后面再勾2个短针，2个短针1个加针2个短针，循环勾6组。第6圈勾完总针数是36针，然后是第7圈，先勾5个短针，1、
2、3、4、5个短针，后面接着钩一个加针。这一圈就是按照这个规律，5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循环钩6组。这一圈的6组钩完了，总针数就是42针。后面开始第8圈，第8圈一直到第14圈都是不加不减的去钩短针，也就是每一圈42个，一直将它把14圈钩完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圈钩完了，然后后面我们来钩第15圈，第15圈开始就减针了，先钩5个短针，3、4、5个短针后面钩一个减针，也是很简单的去循环钩6组。6组钩完，下面一圈是钩2个短针，1个减针，2个短针，这样的规律，2个短针，1个减针，2个短针，也是循环钩6次。16圈完成了，然后后面第17圈是先钩3个短针，1、2、3个短针，1个减针，也是循环把这一圈钩完。17圈钩完以后，总针数是24针，后面就是第18和第19，这2圈都是钩短针，不加不减。这2圈短针钩完以后，也就是19圈钩完了，然后直接断线，将线头拉过来，填充的过程中把这个线头塞进去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头部最后一圈钩完也是24针，然后头部最后留了长线，所以这里就不需要留线了，到时候直接对应起来缝合就可以了。填充好了，接着拿出和头部一样的肤色来勾它的手臂，手臂也是环形起针，然后第一圈是6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拉紧线圈，引拔结束。然后开始第2圈，第2圈第一针钩一个短针，下面钩一个加针，1个短针1个加针，重复钩3次。第3组了，短针加针
第3组，好了。然后和第一针引拔，把它这样捏扁，然后这样会更容易一些拉线过来。然后是第3圈，第3圈和第4圈都是不加不减的钩短针，每一圈是9个短针，我们把它钩到第4圈的最后一针。这是第8针了，然后这里是第9针，最后一针，我们把它带线过来，然后还剩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，换上衣服的颜色，身体部分的这个同色，把这个线头压在钩针后面，然后正常的去完成最后一步带线过来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换线，然后正常的去引拔，把这2个线头放在钩针上面压线，拉紧，然后这里就换线成功。接着我们开始第5圈，第5圈到第9圈还是不加不减的去钩短针，每一圈9个短针，把这些线头压了3、4针的样子就可以给它剪掉了。接着我们正常的去钩，将它钩完第9圈。9圈钩好了，第9圈钩好了，然后是第10圈，第10圈钩一个短针，第2针是一个加针，在后面是一个短针。这一圈就按照这个规律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一个短针，重复钩3组。第2组短针、加针、短针。这一圈钩完，总针数是12针，然后后面是第11圈，第11圈到第14圈，钩几圈不加不减的短针。第14圈的最后一针，钩完最后一针，我们在这里做个记号，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再正常的去引拔，接着起立最后一针，最后一针我们要对折起来钩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定型条放进去。之前我也有试过放磁吸，但是毛线偏厚，所以磁吸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。然后把定型条这个样子放进去，这两边放到边缘，这样子，然后正常的再去钩最后一排，最后一排对折起来钩，把第一针穿过，然后钩针再穿过最后我们做记号的这一针，这就是最后一针，然后去钩短针。到这里钩针上2个线圈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定型条放在最里面，把这个线从这里穿过来挡住它，就是把它放到最边缘固定住，然后这样穿线过来。好，第2针也是一针对着一针，这面一针对应对面的那一针，这样去钩。第2个短针，第3个，第4个，第5个，第6个，第6个。好，然后我们断线留15厘米左右，留作缝合用。这就是我们固定好了它的定型条。
这样的手臂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做2个。这一集我们来勾它的头套和耳朵。头套的前3圈和身体部分前3圈钩织方法是一样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上一个视频，或者是上面的文字图解。好了，这3圈勾好了。然后第4圈就是钩不加不减的18个短针，一针对应一针。4圈勾完了，然后我们开始勾第5圈。第5圈挑它的外半针，像这样一个完整的针目，这个辫子是有2根线，我们这里就挑这根线。第5圈挑外半针，也是勾1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这一圈全部都是挑外半针，勾18个短针。第5圈勾好了，然后第6圈，这里引拔还是挑第1针的那个完整的针目。接着是第6圈，第6圈开始就正常的去挑整个针目去勾了。第1针先勾一个短针，下面是一个加针，加针接着后面是一个短针，然后这一圈的规律就是短针加针短针，重复6组。接着咱们勾第7圈，第7圈就是3个短针，1、2、3， 3个短针1个加针，循环6组，3个短针1个加针。第8圈2个短针1个加针，2个短针。OK， 2个短针1个加针2个短针，这个规律去勾6组。好了，然后是下面这一圈是勾5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， 5个短针1个加针，把这一圈循环勾完，5个短针1个加针。9圈结束了，然后是第10圈，第10圈先勾3个短针，3个短针后面是一个加针，加针完了后面再勾3个短针，这一圈就是这样去勾3个短针1个加针3个短针，循环勾6组。10圈勾好了，然后后面是11和12，这2圈都是勾不加不减的短针。大家可以数一下，每一圈应该是48个短针，把这2圈勾完。2圈短针勾好了，12圈结束，然后是第13圈，第13圈要勾36个短针，就这样不加不减的，我们把36个短针先勾完。35、
36，然后这边还剩一部分，我们就先不用管它。这里先立一个起立，然后将织物翻转过来，开始往反方向勾，这样就往反，往这边勾，然后再来回这样勾，叫做片勾。然后这里翻转过来，从哪入针呢？大家看一下，钩针上这个线圈不管，然后这里是倒数第一个辫子，不用管，在倒数第二这个辫子这里入针，第一、第二从这里入针，然后也是正常去勾短针，往反方向勾过来也是36个，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勾到这边再返回来，以此类推。然后这里是我们勾了13，现在是14，然后我们一直将它勾到20，对，把20排勾完。我这里20圈就勾好了。如果说大家不清楚自己勾到第几圈，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外观。像这种宽的有3个，然后上面是半宽半个，然后可以直接断线，把这个线头藏一藏。这里千万不要勾长了，勾长了就不是头套了，那就变头盔了。然后我们还要勾头套的下面这一部分，将它这样倒置着，然后从这里起针，这里是第一空着，2、3、4空4针，然后从第5针这里入针，将线头放在钩针的内面带过来，立一个起立，起立针依然不算，然后还是从这个第5个针目入针去勾一个短针。好的，我们把后面这个线头稍微拉紧一点点，然后放在这边压线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往后面勾2，然后是不加不减的28个短针，27、28个短针勾好了，这边也正好对应的空了4针，然后立一个辫子来反转，反过来勾，先勾8个短针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短针勾好以后，这里勾一个减针，这里的减针就用普通减针就可以了，直接调完整的针目，带线过来，然后再穿过了那个下一个针目，继续带线过来，然后钩针上的3个线圈一次性绕线带过，然后这是一个普通的减针，减针后面继续再勾8个短针，1、2、8个短针完成了，后面再勾一个普通减针，最后这里还剩8个针目，勾8个短针，1、2、7、8，好，这一排就结束了。然后立起立，我们刚刚减了2针，所以接下来还剩26针，这一圈就是不加不减的去勾26个短针。好了，起立，然后是24圈，第24圈先勾7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了，7个短针完成以后，下面勾一个普通减针，
减针后面钩8个短针，2、7、8，这8个短针钩好了，再钩一个减针。OK， 最后还剩7针，钩7个短针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起立。下面这一圈就是钩不加不减的24个短针。这是第25圈，一圈24个短针，然后是26，先钩10个短针，2、9、10个短针后面钩2个减针，这是第一个，再钩一颗。好的，然后再钩10个短针，2、10，好的，最后一圈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后面是18个短针，不加不减的钩18个，17、18个短针完成以后，最后再钩一个减针，卡了，然后可以锁一针，断线，把这个线头藏到这个最里面，线头处理一下，头套就完成了，然后可以先浅浅的试戴一下。像下面这个边缘部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这样子。耳朵用到的是辫子起针，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绕一下，然后捏住这个线圈，把上面那个长线带过来，相当于打了一个结，这就是起针。接着我们要钩15个辫子针，绕线穿过来，这就是1个，绕线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直11、12、13、14、15个辫子针，然后我们要倒2回钩。这里是倒数第一个辫子，倒2，挑左边这根线，倒1，倒2，从这里入针钩一个短针。这个短针钩好以后，做一个记号，新手抱子。这里，然后接着往后钩。下面这个辫子同样是挑一边的线，钩短针，这是第2个短针了，一共钩13个，3、12、13个辫子钩好了，然后最后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针目，在这里面钩3个短针，同一个针目里面，1、钩第2个的时候可以把线头往后面藏，压到背面去，2，再钩一个，3，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边挑另外半根线，像这样刚刚的辫子预留了另外一边线，钩12个短针，1、2、12个短针钩好了，然后后面最后一针钩一个短针的加针，也就是在这个针目里钩2个短针。好，加针完成了，这一圈就结束了。我们拿下刚刚做记号的这个地方，从这里入针，就是
从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入针，引拔。好的，然后开始第二圈。第一针还是从记号扣这个地方入针，然后这一圈就是钩一圈短针，还是可以做个记号，在第一针钩好以后。3，一共是30个短针。最后一针短针钩好了，然后和做记号的第一针引拔。这是2圈钩完，然后是第3圈，先钩13个短针，1、2、12、13个短针钩好了，然后后面是钩2个减针，这里的减针可以和头部一样，挑它的外奔针。1个减针，再钩一个，2个减针，2个减针后面对应的这一边也是13个短针。13，好的，第3圈钩完了，第4圈先钩一个减针，不太熟练的朋友，这里最好是做一个记号，因为等会儿好像不太看得清楚引拔的位置。减针后面钩6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短针钩好了，钩2个引拔，同样是穿过这个针目，带线过来，直接穿过钩针上这个线圈，这就是一个引拔。下面这一针再钩一个引拔，2个引拔，2个引拔后面钩8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短针钩好了，再钩2个引拔，和对面是对应的，2个引拔，引拔后面又是6个短针，我们先钩一个短针，在这里做一个记号，这里继续往后钩第2个短针，一共钩6个，3、4、5、6个短针，1个减针。好，这一圈结束了，和第一针引拔，然后最后一圈，第一针先钩一个减针，然后再钩5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个短针钩完了，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，从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入针，要记得是从外往内入针，从外面往里面入针，钩5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最后再钩一个减针。和第一针引拔，结束，留15厘米，断线，把线头拉过来，这个耳朵就钩好了。然后这样的耳朵我们也是需要钩2个。我们来学习钩织它的莲花底座。
第一圈是环形起6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5、6，引拔结束。然后是第二圈，第二圈第一针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加针，就这样一个短针一个加针。钩完这一圈就是3组，和第一针引拔，然后第3圈，第一针先钩一个短针，这个线头可以剪掉了，短针后面再钩一个加针，加针后面再钩一个短针，这一圈就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一个短针，钩3组，短针、加针、短针。第3圈3组钩完了，然后是第4圈，第4圈先钩3个短针，2、3个短针一个加针，这样循环钩3组。第4圈3组钩完了，总针数是15针，然后后面第5到第7圈，5、6、7 3圈钩不加不减的短针。第7圈钩好了，然后是第8圈，先钩3个短针，1、2、3个短针后面钩一个减针，重复3组，3个短针一个减针，最后一针减针钩完以后，在这里做个记号，和手臂最后一圈的收尾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引拔，起立，我们把这里进行填充，不需要太多，鼓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接着往后钩，从第一针入针，然后对面就是我们刚刚做记号的这个针目，从做记号这个针目入，对折起来钩一个短针，然后这一圈是对折起来钩6个短针，第二针对应对面的一针，2、3、4、5、6针钩好以后锁一针，然后剪掉，把线圈拉紧，这样一个连环花瓣就钩好了。这样的连环花瓣我们需要钩6个，再来钩将它们连接的底座，也是环形起6个短针。第二圈钩6个加针，也就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钩2个短针。
6个加针钩好了。然后第3圈是1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重复6组，1个短针，1个加针。然后是第4圈，先钩1个短针，然后1个加针，再钩1个短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短针、加针、短针，重复钩6组。接下来是第5圈，第5圈先钩3个短针，再钩1个加针，3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同样重复6组。然后是第6圈，先钩2个短针，再钩1个加针，再钩2个短针，2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2个短针，重复6组。6组钩完了和第1针引拔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将底座和莲花花瓣组合起来。先立一个起立，然后将织物翻转过来，拿出1个花瓣，将花瓣这样尖尖朝下，然后我们先穿过这边的第1针，底座的第1针对应的花瓣第1针，这样，然后把这个线头放在中间上面压线，合起来去钩短针1针，每个花瓣要钩6个短针，底座1针对应花瓣1针，2、3、4、5、6，用这样的方法，下一个花瓣也是穿过这里的第1针，然后再拿出1个花瓣，穿过花瓣上面的第1针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将6个花瓣都组合起来。最后1针，然后这里也需要和第1针引拔，然后我们要留长线缝合用。如果不想缝合的宝子，也可以直接用胶水，然后把线带过来，把这些线头压过的都可以处理掉。那么我们的莲花底座就做好了，这是它的底部。我们来做最后的组装和收尾。将手臂上的铁丝修剪一下，用指甲剪或者剪刀都可以，留一点点长度，大概这个样子。拿出这个身体部分，引拔线，这条引拔线把它放在后面，然后左右两边对应的放上2只手臂，将这个定型条插进它的针目里面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穿上缝合针，保留这个针目的第1圈，然后从
下面这里入针，第一针入，下面这一针出，身体一针，然后手臂一针，拉紧，然后继续再从刚刚这个针目入，下一个针目出，一次将它缝合起来，缝一针身体，缝一针手臂。最后缝好了，我们把这个线头藏进身体里，来回多穿几遍，它自然就在里面打结了。然后我们将这个线头剪掉，这样一只手臂就缝合好了。然后另外一只我们先不要急着缝，先给它对比一下位置，对，这样给它固定上去，然后对比一下看看两只手是否能合掌，像这个样子，太远或者太近都不合适，觉得合适了我们再来进行缝合。手臂缝合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缝合身体和头部，将这个后面的引拔对引拔，只要把这个线放在后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留了长线在头部，然后缝合针穿过身体的一针，然后再下一针出，一针入，下面这一针出，穿过来，然后再缝合头部，第一针入，下面这一针出，都是一样的。头缝合好，然后身体刚刚从这里出的，从下一针入，这样，然后再来头、身体，就这样缝合好了几针以后，我们将这个线拉紧，然后就是这样的方法，一直将这一圈这样缝完。缝合到最后几针，如果觉得衔接的这个地方塞棉还不够的话，这个时候可以再给它进行一点填充，最后再将它封口。缝好，然后也是这样藏线，来回穿两三次。身体缝合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拿出它的头套，左右两边戴上要对称，后面基本上是无缝衔接，头顶也可以给它做一点填充，一定要准确一些，我们再给它沾上胶水，因为这个胶水非常牢固，一旦沾上就很难给它解开了。连接好头套以后，拿出耳朵，耳朵下面这一部分是耳垂，就是大一点点的，然后正好卡在头部和头套这个连接的地方，
无缝衔接上了，直接可以用胶水将它们固定起来，非常牢固。如果追求极致的豹子，也可以用缝合手臂的这个方法去将它的耳朵缝合起来。耳朵连接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来连接身体和莲花底座。这个底座也可以用胶水缝合的话，我们和头部缝合方式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莲花底座最后一圈钩完是36针，这里对应的就是在第6圈我们也是36针，这是第1圈。2、3、4、5、6，在这个圆周内，这个范围内去缝合，一针入，一针出。从后面入针，因为这个线头在后面的话就不会很显眼。然后身体一针，底座一针。缝了几针，然后就将它拉紧。然后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连接起来，不要偏错圈了，就在这个第6圈的这一圈。缝合好了，这个底座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将6个花瓣往上提一提，拽一拽，然后平均将它粘在它的身体上，也是用胶水固定。只要涂在底部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要涂在太上了。按一个2、3秒就粘上去了。主体做好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再来缝合它的面部表情，用这个黑色的缝纫线在尾部打一个结，然后在边上找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入针。它的眼睛基本上在这个头套下面3、4圈的位置找一个比较中心对称的点，然后出来，把线头拉进去藏好。2个眼睛的间距3个针目即可。OK， 这样2个眼睛就完成了。如果喜欢大一点眼睛的，也可以直接用平底黑眼睛，那个圆的豆豆眼。我们这个算是标准的团子脸，然后红色的稍微细一点的缝纫线也是在尾部打一个结，然后嘴巴是在中间这个直目。这里是一个微笑，这个微笑就是在这个针目的斜角缝出来，然后在下一个眼睛的正下方出，让这个连接上。把他的表情稍微调整的有弧度一点，不要太僵硬。
然后它就基本上做好了。再推荐大家用这个专门为钩织玩偶化妆的腮红盘，还配有各种小刷子。这里的耳蜗正好是用这个深褐色。防止串色，再用另一个小刷子涂它的耳垂，用这个深粉色。还有脸蛋，瞬间就更可爱生动了。最后在头顶穿上这个开口圈，只要找到那个针目的孔，任何一个孔穿过去合适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给它随意用什么工具将它闭合起来，穿上自己喜欢的挂件，这个可爱的佛小半挂件就钩好了。萌小鸭炫钩织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它们的钩织方法都是一样的，最后放上自己喜欢的装饰就可以了。